嘿，我是阿西。人们总是会问我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其实说控制也不正确，因为你根本无法控制它。所以让我们换一个说法，如何管理情绪。但是情绪有很多种，如果你感到开心，如果你感到幸福，如果你感到兴奋，你不会寻求帮助，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影响你，因为他们不会困扰你。而通常会困扰你的只有愤怒和悲伤这两种情绪，因为他们带来的后果往往令你感到很痛苦，对吗？所以今天让我们聚焦如何管理愤怒与悲伤吧。首先，我先说结论，不要管理他们，永远不要，因为愤怒就只是愤怒，悲伤就只是悲伤，他们从来都不是你，就这样。也许这听起来有点难懂，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来深入它。实际上，愤怒与悲伤是相同的东西。愤怒是积极的悲伤，悲伤是消极的愤怒，它们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。当你拥有足够能力时，比如对待你身边亲近的人，或者是比你弱小的人，因为他们无法反抗你，所以你就会以愤怒的形式发泄出来。而当你没有足够的能力时，比如面对你的老板，因为你无法对他怎么样，你比他弱小，因此你无法反抗他们，你就会以悲伤的形式发泄出来。所以说到底，它们是相同的东西。那么，愤怒与悲伤为什么会出现？我建议你下次当愤怒或悲伤的情绪出现时，你可以留心去观察当下的状态。在你的头脑里，肯定对某件事有所执着，你想要某件事按照你的剧本走。如果事情发展不如你的预期，你就会产生挫败感，然后不舒服的情绪就会出现，然后情绪又更加深了你的执着。一旦你陷入这种连锁反应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最后你都会是痛苦的，因为愤怒与痛苦的过程会不断消耗你的能量。更麻烦的地方在于，如果你长期处于这种模式，最后它会形成一种惯性反应，你会发现你想摆脱它非常的困难。所以从现在起，你必须非常留心你每一次的情绪反应。如果你想斩断这个连锁反应，首先你必须认清一个事实，不要控制任何人事物。也许你会告诉我，是因为其他人做错了什么，所以导致你产生了情绪。不，现在我再次强调，每个人都有他的生命模式，你想要他们都按照你的意愿，那是不切实际的。甚至你都无法控制你自己，你又如何控制每一件事呢？尊重每一个人事物，让他们自然发展。你可以付出你的努力，但是对结果不要有期望，因为期望必定带来失望。世界不是按照你的剧本转动的，每个人都有他的愚蠢，包括你自己也是。所以你只需要学会接受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。我再说一次，接受一切本来的样子。不要想改变任何东西，只要接受它。只要你能面对这个简单的事实，你就会看见你的惯性反应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。当然，为了避免某些人产生误解，我必须强调，以上并不包括实际的伤害。如果你正面临实际的威胁，个人权益的受损，甚至是生命受到了威胁，那么是的，你应该反抗，你必须保护你自己。而其余的一切，你只需要完全的接受它。接下来，如果现阶段的你已经长期处于情绪的惯性当中，纵使你放弃了控制，纵使你接受了一切，你的惯性情绪仍然不断的困扰你，那么这里有另外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，不要压抑情绪。你不需要逃避他们，你也不需要拿出笔记本详细记录你情绪的感受，你也不需要做各种无意义的行为，你也不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快乐或宁静，都不要那样做，那最后只会让你精神分裂。就像我上面说的，情绪就只是情绪，它没有好坏的区别，不要用头脑去分析它，当它出现了，允许它在那里，也不要去评论它。但是这里注意一个陷阱，不要将你的愤怒与悲伤发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，因为如果你向对方发泄你的愤怒，对方就会觉得受到冒犯，然后对方就会反击，你永远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，它只会导致另一个死循环。所以不要那样做。你可以选择的是关上房门，将你的愤怒与痛苦发泄在你的枕头上面，或者你可以买一只布偶，用尽你所有的力气揍它，直到你精疲力尽为止。这么一来，无论是愤怒或悲伤的能量，它们都不会累积在你的体内，那么这就是很健康的方式。而如果你压抑它们，总有一天它们就会压垮你，因为压抑必定导致扭曲。
最终它将会以另外一种形式爆发出来，届时你可能会上社会新闻。所以这是第一种方法，不要压抑情绪。接下来第二个方法，静静地看着情绪。如果你曾留意，你会发现每当你的情绪升起，你的理智就会被它拖走，你的意识会瞬间陷入沉睡，你会成为情绪的奴隶，任由它控制你。事后当你清醒过来时，往往会对过程产生懊悔，因为当下的冲动容易制造更多的麻烦。所以下一次当你的情绪再次升起时，留心观察它是如何的影响你，经常保持这份警觉，渐渐的你就会发现一个真相：情绪的本质是无常，它们来了又走，这一秒你哭了，下一秒你又笑了，它们就像风一样来了又去，然后你就会明白，过度陷入它们是毫无意义的，因为它们随时都在变动，你甚至无法永远停留在某种情绪中。一旦你发现这个真相，你对它们的执着就会消失。持续的练习，有一天它们将会彻底丧失对你的控制，然后你就能从情绪的枷锁中解脱了。那就祝福你们了。今天的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，就拿去做参考，如果对你没帮助，就把它丢垃圾桶吧。不要相信我说的话，除非你亲身体悟并验证，否则就会变成一种单纯的盲目。有任何想法或疑问都可以留言给我。你必须走出自己的路，你才是自己生命的老师，你才是自己的光。下次见咯，拜。I want this so much, but don't know if I can trust.